5月15號呢，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專機呢剛抵達華盛頓，各類的負面輿論便迅速四起。華盛頓郵報呢評價此次出訪稱，過去1年的諸多困境嚴重拖累外交成效。CNN 呢直言其訪華之行沒有取得任何的實質性的進展。NBC 態度更為直白，直接判定這次出訪整體宣告失利。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這些媒體的評判的理由十分的片面啊，僅僅因為中方沒有順着美方的意願，滿足其在中東局勢台海問題、雙邊經貿等多個領域提出的全部的訴求，就認定此次的出行毫無意義。那這樣的評判邏輯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最先呢被這個輿論大肆炒作的便是波音客機的採購的訂單。在美國總統的特朗普的訪華之前，不少的行業分析師預判說中方將會簽下500架波音客機採購大單。可此次的會談敲定的結果是中方呢確定採購200架的波音的客機。那麼美方的相關人士也坦言說，原本只預想拿到150架訂單最終呢實際敲定數量呢是超出預期了。所以呢這個消息傳開之後，波音股價當天下跌4.73%。美國的媒體呢，立刻是借機大肆的宣揚美方預期落空，但實際情況呢，遠比外界傳言複雜呀。因為早在2017年，美方相關人員訪華的時候呢，雙方這個敲定了300架波音的客機訂單。自此之後呢，長達9年時間裡邊，波音始終沒能拿下中國市場大批量新機的這個採購訂單。那期間呢，波音的737 MAX 的機型呢，接連發生重大的空難事故。全球範圍內呢是全面的停飛國內呢直至2023年才重新恢復該機型正常的運營。那麼在此期間呢，空客迅速就搶占了這個中國民航市場的份額。僅過去的半年時間，國內的3大航空公司呢就接連購入近300架的空客的飛機。那麼立足這樣的這個市場現狀來看呢，此次的200架採購訂單絕非訂單的縮減，而是時隔多年的一個市場的叫破冰之舉啊。那麼至於此前流傳的500架的採購數量，僅僅只是行業分析師的一個個人的預估啊。你不能說你說預估個是不是數過來以後我們就要照單全收啊，並非中方做出的正式承諾。拿自身单方面的這個預想當做評判成敗的標準，本身就有失公允我要追一个美女，我預估我能追上她，最後她不答應，我就跟人急，沒道理嘛。咱們再來看中東相關事務美方如今深陷美伊衝突的僵局，長達39天的軍事行動，始終沒能迫使伊朗妥協退讓。那美方呢，一心希望中方在這個伊朗相關事務上是吧，全盤配合自身立場，沒能達成這一訴求，便直接認定雙方會談毫無突破。可是事實上呢，我國進口了伊朗絕大多數的這個出口原油，這既是保障國內能源供應穩定的現實的需求，那麼也是既定的外交布局，絕不會因為一次外事的訪問就輕易改變長久以來堅守的立場。並且呢，在此次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前夕，伊朗外長呢專程到訪中國，溝通美伊談判的最新的動向。你看，足以證明什麼呢？中國在中東事務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這種調停協調的作用。歸根結底，美國一眾媒體刻意唱衰此次的訪華之行，核心根源呢就在於始終秉持單邊主義思維。在他們看來呢，只有中方全盤接納美方提出的所有的條件，才算得上外交出訪取得的成果依照這種片面的標準，那國際間任何這個外交的商談都難以達成共識。而且呢，這些媒體呢，在國內也被稱之為這個民主黨派的更多的支持的媒體，然後呢，更多呢是這個左翼媒體，原本對共和黨就不感冒。所以呢，當特朗普領銜的這個訪問團來到中國進行這幾天的這個交流訪問之後，他們也極盡唱衰。其實要我說很多問題還是要客觀中立的去看待。如果媒體失去了客觀中立的話，那麼恐怕他們也沒有這個信譽可言了。反觀此次的訪華之行呢，真正具備深遠意義的核心成果，卻被美國媒體或者是有些美國媒體刻意給忽略了。什麼呢？5月14號，中美兩國元首呢於人民大會堂呢展開時長近9個小時的深度會談，雙方呢達成共識，確定將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
定為兩國相處全新定位。這一相處的框架由中方率先提出，也得到美方認可接納，意味着美國已然開始轉變以往這種獨斷專行的處事的態度啊，逐步的接受由兩國共同商議界定雙邊的關係。我們回望過往的數年呀，美方先是掀起对華的貿易爭端，後續呢又對中國的新能源的汽車呢加徵高額的關稅，不斷的收緊這個高端芯片對華出口的限制。接連出台各類的打壓、遏制的舉措，可是長期極限施壓並沒有達到美方預想的效果。我國的對外的貿易順差呢持續走高啊，本土產業呢自主研發與國產化替代進程不斷的提速。反觀美國本土長期深陷通貨膨脹的危機，產業鏈呢與供應鏈運轉混亂不堪。自去年中方出台對應的反制舉措之後呢，美方也逐漸認清一個現實，那就是依靠單邊打壓遏制中國發展的路子已經徹底走不通了。所以美方呢出台的各類的戰略文件，措辭上的這種細微的轉變，也足以印證其外交策略正在調整。2025年的年末呢發布的新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不再將中國劃定為系統性的威脅，轉而呢認定雙方是這種實力差距極小的經濟競爭主體。2026年的1月出爐的國防戰略報告呢，正是放棄全方位對華遏制的思路，正是中方在西太平洋區域的軍事力量已經能夠影響美軍傳統軍事部署與兵力投放等模式。除此之外呢，美國總統特朗普呢多次提及兩國協同合作的這種相關的理念，主動釋放信號，清楚想要應對当下各類全球性的難題，離不開兩國平等互助和開展合作。不難看出，美國正在逐步的放棄一味的压制打壓的思路，開始正視雙方實力的格局，接受這種良性競爭之下的和平的共處。由此可見，此次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價值絕不止於達成幾筆商貿合作的訂單，更標誌着中美兩國這種日常往來相處的模式迎來實質性的轉變。那麼當下呢，美國媒體呢大肆唱衰此行，本質上是在迎合美國國內這種強硬派的勢力，試圖呢阻礙两國的務實溝通，緩和關係的發展趨勢。未來數月也將成為檢驗此次兩國坦誠會談實際成效的一個關鍵時期了。好了，感謝收看今天的謝飛觀察，希望各位呢點關注，看到下邊的这個錦鲤沒有？也希望能給大家帶來好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